大家好，我是许悠贤。之前我解读了很多 Phil Ivey 当年打的牌，而且这些牌也都是当年经典的最大底池记录。今天我就想讲一讲这些牌的主角 Phil Ivey 本人的故事，看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行业顶端的。Ivey 出生在新泽西州的一个非黑人区中产阶级家庭。之所以强调非黑人区，是因为全美国绝大多数的黑人区环境都太恶劣，非常江湖，在那里长大的孩子将来很难成为人才。咱们华人如果去那个区，一个眼神不对就有可能被人一顿海扁，而且这可能都算客气的。Ivey 成长的环境并不属于这种户的，他在新泽西一个环境不错的城市长大的。在他8岁的时候，他看爷爷在家里跟朋友打牌，他就问爷爷他们在玩什么。爷爷跟他说这个游戏叫7卡丁扑克 7 card stud，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扑克。8岁的Ivey当时感觉就是这玩意儿好玩啊，然后就跟这些大人一起玩了起来。以后Ivey也经常跟他爷爷一起玩扑克。长大以后，由于Ivey家离赌场数量最多的城市大西洋城非常近，所以他长大之后总去那儿打牌。虽然合法进入赌场的年龄是21岁，但他哪能等那么久？他在17岁的时候做了个假身份证，就是为了进赌场。在身份证上，他的名字叫 Jerome。Ivey 有了这个身份证之后，一天天的都泡在赌场里，也不去外面玩。赌场里的大人们看他都在想，这小黑孩哪来的？还给他起了一个有趣的外号，叫没有家的 Jerome。估计人们也都看得出来他不到21岁，不过大家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Ivey 那个时候每天去赌场都是乘坐赌场提供的免费公交车。美国有很多赌场都有这种服务，免费的接送玩家，给这些玩家都伺候好了之后，就轮到这些玩家养这个赌场。有好几次Ivey都耽误了回家的那班车，手里又没有钱住旅馆，就直接睡桥底下，像个要饭的似的。好在那边气候还算可以，所以他也没太受苦。高中之后Ivey没有上大学，而是找了一份电话营销的工作。很难想象沉默寡言的Ivey去卖东西的时候是啥样的，可能就是我这有个好东西，你买不？不买 OK 下一个。但是显然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份工作上。在这期间他一有钱就去赌场打牌。1997年他满21岁，正式成为职业扑克玩家。其实这个选择他的家人是反对的。他的父亲是航空交通指挥员，是美国传统的中产阶级，所以他还是希望儿子有一份正常的工作。不过他爷爷倒是知道他孙子的头很铁，还不如就支持孙子。就这样Ivey的职业生涯开始了。前几年他的成绩一般般，但是他很热爱这个游戏，平常的时间全都在打牌，也不干什么别的事儿，对别的事儿也没啥兴趣。每天一玩就是10几个小时，周而复始。即使Ivey天赋异禀，但是头几年也一直在输钱。不过跟他玩的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他打牌很有想法。在这期间他也结交了一些高手朋友，包括2位相当于导师级的人物 Barry Greenstein 和 Daniel Negreanu。 其中 Barry 跟Ivey在战术上的交流最多，而且当时还秀给年轻的Ivey一脸，让他见识了一下顶级的扑克玩家生活是什么质量的。这也令当时还年轻的Ivey满怀憧憬。早期的Ivey从他的导师们吸取了很多精华。那个时代也没有 GTO 和电脑软件，全凭直觉和经验。2人都劝Ivey把攻击力调低一点。不过之后青出于蓝的Ivey好像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曾经是他的导师，只是说他们是他的好朋友。到了2000年，Ivey之前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。在这一年他仿佛突然开了窍，接连赢了好几个锦标赛。先是在4月赢了一个大赛，获得了5.3万的奖金。然后5月份他赢了人生第一个 WSOP 的首着，这是一个底池县驻欧马哈的大赛，第一名差不多20万美元。对于当时的Ivey来说，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。他在2000年短短的几个月赢了30多万美元，在当时相当于一般人5年的收入。顺便说一下， WSOP 就是世界扑克锦标赛，虽然叫世界，其实也就是美国的锦标赛，不过任何外国人都可以参加。美国国内的很多体育联赛都叫世界美国人很自大，认为自己的联赛就代表世界了，主要也是因为美国的体育确实厉害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很多热衷的体育项目，世界上别的国家也不怎么玩。当年这个 WSOP 是最大最正规的扑克锦标赛品牌，而且到现在还很火。
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很重视这个冠军手镯。2001年 Ivy 虽然没拿到什么名次，但是在大赛里他还是赢了14万。到了2002年，就像当年巅峰的 Tiger Woods 在高尔夫球场的表现一样， Ivy 也获得了好几个大赛的冠军和其他的好成绩，其中包括3个 WSOP 的冠军手镯。在同一年获得3个冠军手镯，之前也只有2个人做到过，所以那一年 Ivy 在圈内的名气暴增。在他风生水起的时候，他也跟高中同学路易斯安娜结了婚。2003年对整个扑克界都非常有意义，有一个天才的专利，就是把扑克牌桌上的每一个玩家的手牌位置都安装一个摄像头，这样观众就可以一边看着扑克玩家的底牌，一边看看他们之间是怎么博弈的。电视制作人 Steven Lipscomb 决定利用这个专利，他想借此把扑克打造成一个大型体育节目。他还真制作出来了一个锦标赛大品牌 World Poker Tour， 这个扑克节目的效果特别好，收视率爆表。从那一年开始，电视上全都是扑克节目，包括 WSOP 的比赛也都采用了摄像头的专利。这个专利一下子把扑克这个小众游戏带到了主流媒体。03年 Ivy 在这个新举办的 WPT 大赛里打入了3次决赛桌，虽然没有拿到过冠军，不过他也成了观众眼前的老熟人。同年他在其他小一点的大赛上还是拿到了冠军。这一年的 WSOP 主赛上也是头一次安装了手牌摄像头。WSOP 毕竟是名气更大，所以备受关注。Ivy 在还剩10个人马上就要进决赛桌的时候，被当年的冠军 Chris Moneymaker 靠运气淘汰了。Chris 过关斩将的故事也成了扑克界的佳话。人们甚至说，当年要不是 Chris 这个外行赢了总冠军，给了大家希望，扑克可能也不会一下子这么火。不过我个人认为，扑克火起来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归功于手牌正孔摄像头的出现。Chris 的故事只是锦上添花。到了2004年，他又打入了好几个 WPT 的决赛桌。虽然一直没有拿到冠军，不过这个成就可能比拿一次冠军还难。那一段正好亿万富翁 Andy Bill 在挑战扑克精英阶层，闹得沸沸扬扬。Phil Ivey 也被邀请加入了扑克联盟 Corporation， 这就足以证明大家对他的认可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加入了一个更有影响力的集团，那就是同年创办的扑克网站 Full Tilt Poker。在2004年以前，市场上已经有2个庞大的扑克网站了，分别是扑克之星和天堂扑克。不过还是有人看到了商机，集合了一伙明星扑克玩家，用他们的知名度作为卖点，创办了一个新的扑克网站 Full Tilt Poker。 这个网站一出现就吸引了大批粉丝，明星效应发挥到了极致， Ivy 就是最耀眼的那颗星。那个时候很多扑克玩家在出了名之后都是各种捞钱，因为出名不容易，大家都趁着红的时候疯狂的捞，利用自己的名气出各种书，上各种节目，做广告，教课程，做生意，反正就是享受各种名气带来的财富和社交渠道。所以很多名人都会慢慢的放下扑克，用知名度在其他的渠道上捞更容易的钱。但是 Ivy 就不是，他是真的喜爱这个游戏，他本来可以利用知名度做很多生意，当时他被外界称赞是扑克界上的 Tiger Woods。 不过 Ivy 的名字只用在 Full Tilt Poker 网站这一个地方，而且他确实也在这个网站上花了很多时间打牌。 Ivy 当年就是想成为世界顶级玩家，让他做其他的事儿他也没兴趣。不过在2004年的时候， Ivy 还没被公认为是最厉害的，他当时只能算是顶尖玩家之一。到了2005年， Ivy 又赢了一个 WSOP 的冠军手镯，这是他第5个手镯。然后在同年年底又连续拿了2个大型锦标赛的冠军，分别是100万和60万的奖金，这些奖金在当年算是不少了。其中一个大赛是蒙特卡洛100万锦标赛，在这个大赛 Ivy 还和杰克逊打出了不可思议的一手经典牌，这手牌我在我之前的节目里还讲过。在那个时代， Ivy 在翻牌4败的全压扣动扳机这个操作，别人还真就做不出来。有些同学说当年的打法很愚，我只能说在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标准， Ivy 的操作在当时就是最顶级的。还有就是扑克走到今天的高水平，是所有高手把智慧聚集在一起，日积月累提高的。 Ivy 就是推动整体行业技术的发动机的一块重要零件，就像吃包子似的。假如说你是吃到第5个包子吃饱的，但是你不能把之前4个包子垫底的事儿给忘了。 Ivy 起到的作用可能就相当于第2个进度的那个大包子。到2006年， Ivy 在电视上的大赛表现依然很出色，
其中包括一项5万美元买入的 Horse 大赛的第3名。Horse 就是比赛里5个不同游戏的缩写。以前买入金最大的大赛，也就是 WSOP 主赛是1万美元。然而这个大赛就上了一个大台阶。从那以后，各种昂贵的大赛陆续出现，到后来都出现100万英镑买入的大赛了。人们的胃口总是越来越大。虽然在那个时候 Ivy 的大赛的表现非常突出，但是打锦标赛并不是 Ivy 最重视的。其实 Ivy 真正的热情还是在大赛以外的现金游戏上。他认为现金游戏才能给职业玩家提供持续收入，他也很喜欢这种激烈的竞争。在00几年的时候，他平常玩的现金局已经能达到一晚上输赢上百万美元了。这种现金游戏的对抗难度是锦标赛根本不能比的。Ivy 说，只有在这种游戏上持续获胜才能算是头号玩家。虽然有很多人说自己实力很强，但是这些人从来不玩这种局。估计 Ivy 当时就是这个游戏的大赢家。还有一点 ，Ivy 跟其他的优秀玩家不同，比如说毒王。毒王只擅长玩现金游戏里的德州扑克或者是底式现注 Omaha， 而 Ivy 玩任何游戏都很厉害，不管是有限压注还是无限压注，大赛还是现金游戏，只要是扑克他就可以赢。后来在06年 Andy Bill 挑战扑克联盟 Corporation 的时候， Ivy 也被联盟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，并且成功的击败了 Andy。Ivy 在最后采访的时候也说过，他当时也不怎么在意拯救其他濒临破产的同行们，他就是单纯的想赢。而且他当时特意不听任何人评价安迪的打法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其他玩家差不多都是渣，他们根本领悟不到 Ivy 思考的层面。事后 Ivy 曾多次说过，安迪的打法跟他的预想完全不同，水平很高。由于接连获得大赛的冠军，再加上3天赢了安迪 Bill 1600多万美元的传奇故事， Ivy 才渐渐的被广大群众公认为是实力第一。这个名誉跟他自己对扑克的热爱和执着是分不开的。名利和财富并没有让他缓慢脚步，或者让他分心干别的事儿。如今20年过去了， Ivy 的实力虽然还是稳的一匹，但是跟当代最顶尖的年轻人比还是有一些差距，咱们以后再说。我是许攸贤，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，咱们下期见。